很多人问我，作为以色列的老人家，埃及人怎么看待目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？不就是想让我表个态吗？我也不拐弯抹角了，我和所有的埃及人都一样支持巴勒斯坦，和所有有正常是非观的人一样，坚决支持巴勒斯坦。也有一些粉丝朋友提醒我，不要讲这个话题，怕会受到影响。谢谢大家的提醒，但是我必须要表明我的态度，替巴勒斯坦发声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在这次冲突刚发生的时候，一个以色列的旅游团在埃及举的以色列国旗，被警察警告后继续这样做，结果你们都看到了。在埃及绝对不允许在大街上举以色列国旗的。更早以前，萨达特为了收回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，选择和以色列和解建交，签订了代位协议，直接导致在阅兵仪式的时候被自己的士兵打死了。我从小身边就有来自巴勒斯坦的同学，对于他们遭遇的我很清楚的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点点看着巴勒斯坦的领土越来越小。很多人说埃及拒绝接受巴沙难民，其实不是。首先，以色列就是希望巴沙的所有的人都转移到埃及，这样他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？但是巴勒斯坦人同意吗？那里是他们的家呀，他们会同意这样让给以色列吗？其次，埃及真的不接受难民吗？现在埃及国内有5万巴勒斯坦人，如果巴勒斯坦人愿意来埃及，他们可以过来。但是现在一些人宣传埃及不愿意帮助巴勒斯坦。这次冲突，埃及最早给巴勒斯坦提供支持的国家，一些民众徒步把物资往巴勒斯坦运送。虽然这个信息我没在埃及国内看到，但是我希望是真的。现在埃及很多城市都设置了献血点，大批埃及人向巴勒斯坦献血。政府也宣布要开放拉法口岸，让一些伤员儿童进来，而且拒绝了美国人从拉法通过。因为以色列是不允许埃及物资进巴勒斯坦。虽然第4次中东战争结束后，埃及和美国、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，埃及政府在巴以问题上受到了很多牵制，但是埃及政府肯定会尽力最大的努力帮助巴勒斯坦。埃及民众也会给巴勒斯坦提供帮助。我们埃及人可以和任何国家的人做朋友，唯独不会和以色列人做朋友。我在中国也有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，因为立场不同，对我们的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和很多朋友都吵起来了。在中国网络上一直有来自以色列的声音，但是大家有真正看过有巴勒斯坦的声音吗？几乎没有。所以我作为他们的兄弟国家，刚好我有自己的一点点的影响力，我有责任声援他们。在埃及网络上，每个人都在发布支持巴勒斯坦的信息，社交媒体账号名字也会加上巴勒斯坦的国旗。如果身边有人没有发布相关的信息，而且发布那些到处玩什么的，大家会感觉不合适。虽然这些帖子都被限制了，大部分的信息阅读量被限制在个位数。最近埃及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埃及人最喜欢的运动员萨拉赫，因为到现在还没有表态支持巴勒斯坦，他在 Instagram 已经交了好多粉丝。很多人在粉丝他，上次见到你还在圣诞节呢。虽然感觉在中国这有点道德绑架，但是能看出来埃及人对待巴勒斯坦绝对的支持。埃及他能理解巴勒斯坦，因为曾经的西奈半岛也被以色列侵占过，埃及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重新拿回来。如果巴沙地区也被侵占，下一步是不是西奈半岛呢？假如巴沙最终被以色列侵占了，那这个世界还有公平正义吗？阿拉伯人同情他们在欧洲的遭遇，好心收留他们，但是他们懂得感恩吗？反而把收留他们的善良的巴勒斯坦人赶尽杀绝，这叫文明自由吗？美国的人权组织呢？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在以色列的教科书上甚至都没有巴勒斯坦的，他们从小都被教育这片土地属于以色列，和巴勒斯坦没有关系。以色列，你都已经建立了好自己美好的家园了，你的人民很幸福，不缺车船，为什么还要一直侵犯巴勒斯坦，把人逼到绝路了呢？提醒一下，现在的情况都每天都在变化。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一部分，希望世界和平，再见。